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，今天讲一个比较特殊的故事，关于修行的。说来也好笑，好多人千里迢迢跑到江浙，还托了好多关系，就想跟我讲讲他的修行故事，觉得可以和我切磋，互相参悟。其实我自己压根不懂这个参悟什么呢。不过他想讲那就讲嘛，反正我写成故事也挺好的。下面要讲的故事差不多就类似这种。讲故事的人我们称呼他为老庄吧。老庄这个人是一个和尚介绍的，这个和尚我之前讲过，他以前是江浙八大家族的嫡系后人，当年著名的翩翩周公子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出家当了和尚，不过糟老头子虽然做了和尚，依旧红尘心不减，经常嘲笑我。我在朋友圈假装不经意晒晒我的玉石，其实内心深处疯狂期待大家点赞。糟老头子就嘲笑我说他当年收藏了几块名玉，那才是真正的好玉，你这是什么鬼玩意儿，就别拿出来献丑了。对他当时答应送我1块，我还忘了问他要了。总之就是这个糟老和尚嘛，他前几天联系我说有一个故人来访，他正好得了1辆极品大红袍，武夷山那几棵母树的，让我有时间赶紧滚过去饮一杯茶。我就滚过去饮了，结果过去看看才知道饮茶是假，有人要见我是真。见我的人就是这个老庄，他主要是想给我讲讲他的一段经历，很神秘的一段经历。他说自己是安徽人，出生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上。他念小学的时候正好赶上气功热，全国人民都在练功，什么相功、智能功等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他们当时闲着无聊，也跟着大人撅着屁股瞎练。后来来了一个机构，这个机构比较特别，他们穿着类似军装的制服，上面没有肩章，在各个学校挑人。他们挑人的方式比较特殊，他们召集了好多学校的小学生，主要是1、2、3年级的学生，让他们坐在大操场上，闭上眼认真想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都行，反正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件事上就行。然后这个机构派了一个喇嘛，真的是一个穿着红色袍子的喇嘛，围着他们转了一圈。那个喇嘛走到有些孩子面前，摸摸他的头顶，击过了几声就走了。大约过了半小时吧，凡是被喇嘛摸过头的都留了下来，其他人都解散了。他看了看，留下来的大约有15、16个人，留下的人就让他们盘起腿坐下，手心向上，放在腰间，闭着眼幻想。幻想什么呢？幻想空气里有一缕缕的灵气，这个灵气就像一条条细长的小鱼，在空气里游来游去，你要用心去召唤它，让小鱼游到你的手心里。这种说法比较有趣，他也觉得新奇古怪，就闭上眼试着召唤小鱼。开始的时候他老搞不懂如何召唤，好多同学也嘻嘻哈哈的，有人甚至喊出了声，反正也没人制止，怎么做都行。他闭着眼慢慢感受，慢慢就像进入到了一片星空，到处都是拖着尾巴的星星，就像一条条小金鱼。他就扬起手召唤小金鱼过来，可是小金鱼摇头摆尾，理都不理他。他就在那里一遍遍呼唤。后来终于有一条小鱼好奇地靠近了他，越走越近，后来被他一把抓住了，感觉小鱼像一缕空气，嗖一下就进入到了自己身体里，顺着经络游走，有些凉丝丝的，又有些痒痒的，那种感觉很难描述。他忍不住睁开了眼，就看见那个老喇嘛站在他身边，笑眯眯地看着自己。他就被这个老喇嘛带走了。他说当时几千个学生被带走的只有他一个人。他们带他回家，收拾了一下行李，不知道和他父母说了什么，总之父母很激动，像是非常兴奋又非常担忧。母亲紧紧抱着他，父亲则握着他的手，让他好好学习。他坐着吉普车到了一个军用机场，发现那边还有2个孩子，然后3个孩子一起坐着军机被送到了某个特殊的地方。他说那个地方应该很偏僻，因为他们在天上飞了很久，后来落地的时候他浑身都酥麻了，发现那里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，戈壁滩上搭起了一个个营房，营房那边是一些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孩子。他呼吸着戈壁滩上冷冽而清新的空气，想着自己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。他后来计算了一下，自己在这里整整生活了7年。他7年内主要做什么呢？很难讲，我们用科学一些的说法描述吧，应该是在学习特异功能。他说这里差不多有上百个孩子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男女都有，大约都是7、8岁的样子。这些孩子都属于天赋异禀的，有人属于天生阴阳眼，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，有人类似转世身，能清晰回忆起前一世的事情，也有人像他一样属于资质不错，可以感受到天地灵气，适合修行。他说有个孩子叫西娃，和他关系最好。这个西娃是个陕北娃娃，家里很穷，住窑洞，放山羊吃饱了，肚皮晒个热暖暖。西娃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人他能看到神罚异象。什么叫神罚异象？古人说，如果上天要惩罚什么人，
就会提前给这人身上安个标识，后面就按照这个标识惩罚他。这个西娃有一次在窑洞里坐着，有人开着吉普车路过，当时下了雨，他们停窑洞旁想避避雨，结果西娃就大喊避避，死活不让一个人进来。其他人不知道为什么西娃就手舞足蹈地解释说，那人头上插了一面小旗，插小旗被雷劈。那人当然很生气，上来就要揍他。西娃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，拼命往前跑，说避避，那人想冲过去。这时候天上突然来了一个闪电，结果一个炸雷下来，不偏不倚把那个人给劈成了焦炭。其他人吓了一跳，也觉得这个事情很怪异，就赶紧报了上去。后来这个组织就把西娃也带到了这个基地。当时的老庄还是小庄，他和西娃混熟了以后，就问他那个小旗是怎么回事，为啥会着雷。西娃说和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嘛，就看见一只大青鸟从天上飞下来，给他脑袋顶上插了个小旗嘛，第一个神啊，那小旗就是一个雷吗？用西娃的话说，他能看到雷电相关的东西，在他看来，天上打雷就像一条金龙乱舞，他一爪子抓下来就是一道雷，他要抓人就会先派一只青鸟给人头上插一朵小旗子，然后爪子一抓，那雷电就冲着小旗子来了，有点儿像导航仪的意思。基地这边对西娃抱有很大的期望，专门派了一个老道士教他弄了好多古籍，都是一些引雷诀之类的，据说练成了可以召唤9天神雷，降妖除魔，特别厉害。不过西娃不想学，他老想跑回去放羊，吃点羊肉泡馍3汤水饺，要是混得好就再娶个米脂的婆姨，那日子就没啥好说的了。小钟就老劝他，让他好好学习，学成后可以什么呢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总之就是保家卫国，匡扶正义这种吧。小庄自己修的是什么，他也搞不清楚。教他的就是那个老喇嘛，就教他每天闭目冥想，还是幻想着那些天地里的小金鱼，顺着自己的手掌进去，然后顺着自己的经络走一圈，最后再散出去。他就觉得这些小金鱼在自己身体里时，身体充满了力量，仿佛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精力，但是散去后就浑身瘫软无力了。他就问师傅，能否把这些小金鱼不散出去，就留在自己身体里呢？老喇嘛就说，你知道正教和邪教修行的区别吗？他摇摇头。老喇嘛就说，正教和邪教的修行理论上都一样，都是引气入体，顺着经络走，但是正教是将灵气顺着经络走一圈，然后散出去，每一次都打凹身体，这样把身体慢慢打磨好了，再一点点把灵气灌进去。而邪教是不需要淬体这一环，它是直接引进入体，引进丹田，这种速成法会在短时间效果特别明显，会让人觉得丹田在动，仿佛一泓清泉在汩汩流动，像是修成了天地大道。其实这种很危险，就像一个气球，它突然充满了气，虽然看起来很强大很壮观，其实到一定程度就爆炸了。所以好多邪教都是修速成法的，修着修着就疯了，其实就是修行法门出了问题，走火入魔了。他想了想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他后来决定离开这里，是因为西娃出了事情。当时他们已经在基地待了6年了，从前的小学生也相当于初2、初3的学生，正是无法无天的年纪。他们当时偷偷溜出去搞了点吃的，弄了点酒，决定出去露营烧烤。结果烤着烤着，天上下雨了，把篝火给扑灭了。有人就打趣西娃说，你这修行雷神法的，能不能把雷雨给引走？他说可以，然后他捏了个口诀，踏着方步开始念念有词。突然一只手朝着天上一指，说了声定，天上原本电闪雷鸣的突然就停止了，仿佛整个世界停止了一般。大家齐声叫好，给他鼓掌，然后重新点燃了篝火，开始喝酒烧烤。因为西娃的神奇表现，大家轮番给他敬酒，他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，躺在火堆旁睡着了。小庄当时老是酒喝的不多，老老实实蹲在篝火旁守夜。他抬头看看天空，觉得有点儿不对劲。怎么不对劲儿呢？原本天上乌云密布的天空都是漆黑的，现在这天空怎么变成了火红色，就像大片大片的血色，而且这血色越来越多，把半个天空都给染红了，还在持续往外扩散。他觉得不对劲儿，赶紧叫醒了西娃。西娃揉揉眼，看了看天空，惊慌失措地叫了声不好，我忘了收工了。他赶紧跑到附近的山头，边跑边念念有词，最后捏了一个手诀往天上一指，就看见天上像是破了个窟窿，一道血红色的雷电朝着他打过去，瞬间淹没了他。西娃死后，小庄心灰意冷，开始怀疑他们学习这些东西的意义，越想心越乱，后来甚至无法闭眼，只要一闭眼，他就看到劈碎西娃的那道血红色的雷电。后来他就被送回了家。
家里看到他回来也是又惊又喜，应该是组织上有交代，家人也不敢问他这些年去了哪儿。这时候他的文化课已经完全跟不上了，就念了一个技校，学了一些修车的技术，做了一个修车工。后来家里拿了一笔钱，他走的时候组织上给了家里一大笔钱，给他开了一个修车铺，他就从修车工小众，后来变成了修车的庄师傅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眼看着庄师傅也变成了老庄，他也渐渐老了，只是偶尔他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那段神秘经历，让他想起当年那个清冷而孤独的戈壁滩，想起当年那个神秘莫测的组织，以及那些学习着各种特异功能的同学们。他们现在哪里呢？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吗？上个月我那个和尚朋友在黄山旅游时遇到了老庄，两人结伴爬山，晚上在黄山赏月，深山老林，万籁俱寂，两人喝酒赏月。他就说了当年的这段隐秘经历，老和尚也觉得非常有趣，就把他带来让我记录下来，也算是漫漫人生中的一段奇妙经历吧。